龙之冒险还是要玩一玩的。上一个存档呢，我也不知咋回事，有一段时间没玩，自己就没了。很有可能是我前段时间删除文件删除错误了。不过呢，问题不大。我们这期视频呢，把任务进度给它赶一赶。这个存档的出生点还不错，平原地形，开局就搞到了胡萝卜。瞭望塔第一个宝箱看一下，第二个宝箱也看一下，找到了一个跟我之前一模一样的小屋。铁剑、铁斧、铁镐安排一套。像我这样的好人，必须把这里的原住居民给他好好招待一下。他住的房子不需要太大，1格宽2格深，那绝对足够了。房子的内部结构简单给它改一下。前期我们就做好物品分类，这样的话以后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然后就是前期各种白嫖的任务，咱们给它做一下，奖励呢直接拿到手软。还是一样，在我家地下开通一条隧道，主要是前期我们要搞铂矿还有铁矿，这晚上又不能睡觉，咱也不能闲着呀。有连锁挖矿的话，那就是非常快呀。偌大的一个地下室就被我开采出来了。前期的各种小任务我也不想多说了，很快啊，我们就发展到魔力石块了。要想制作魔术石，我们必须要用到魔元宝石。魔元宝石呢，前期我们只能靠挖，这个矿物主世界分布的不多，挖到它主要是看脸。还好我存了一些，简简单单把任务一做，我们开始步入魔法。初期的魔法我们需要用到2个东西，一个是魔元罐，一个是结晶器。合成配方呢都比较简单，就是这个魔元宝石可能消耗的有点多，所以来到矿洞多找一些魔元宝石。运气嘛，属实是不错，在这里遇到了哥布林商人，1块铁矿就可以换2个铁钉。这波交易我只能说是稳赚不赔呀。那就先把这2个物件给它合成一下。那么这2个东西是干嘛的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魔力装置，主要作用就是生产魔力，但是速度是龟速。要想提高它们的产量，我们还需要制作几个装置。我觉得最省事的可能就是这个火山魔元通道。合成配方呢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需要消耗一些特定的木材，就比如我眼前这棵凡人至高木原木。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一个群系啊，拥有4种木头。前期的话我觉得用它比较好，后期的话咱们另说啊。看完木头回家的路上又发现一个村庄，像这种村庄都比较富有，你探索就完事了，绝对让你盆满钵满。研究魔法嘛，那肯定得有一本魔法书啊，一本书、一把铲子、一把镐子、一把斧头、一把宝剑，就可以合成初学者法术书。打开这本书，上面写的啥没太搞明白。我们先把设备给它搞起来，3件设备放在地下，把我们刚才挖的木头呢给它扔过去。在这里注意了，我刚才从结晶器中提取了一个魔元宝石。这个装置现在的作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魔元宝石固然很难挖，但是我们只要可以提供足够的魔力，魔元宝石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只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装置时间长了之后会生成旁边这个岩浆小池子？这个岩浆池它到底是干嘛用的？一段时间后，我们凑齐了魔元宝石来制作一个魔符压印器。这个东西呢，顾名思义，那就是制作魔符的。它的介绍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看起来挺费劲，实际上一点都不费劲。要想打造魔符，我们需要用到魔法粘土。魔法粘土的合成配方还算比较简单，那么我们到底能制作出什么样的魔符呢？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看一下，魔符呢确实有很多种，在这里呢我也不知道选哪种。虽然作者推荐了几种，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兄弟们，这么多的魔符，前期我们该用哪种呢？你们看啊，这一圈就是作者推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化，它需要用到钻石，到目前为止我家里还没有1颗钻石，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先学习一下它。你们看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旁边的岩浆呢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出现了熔岩睡莲。来嘛，不就是挖钻石嘛，在我家底下11层左右，连锁采集直接搞起。出门寻找粘土，没想到这么幸运，居然在河边躺着一条死龙，你敢信？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得到了龙骨。那么咱就说兄弟们，前期的话用龙骨做武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回家之后先合成几个魔法粘土，魔法粘土放进魔符压印器，随后再把钻石一丢就 OK 了。只不过在这里要注意，魔符压印器也需要魔力，制作的时候靠近这套装置就 OK 了。OK， 那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魔符就制作完成了。看一下强化魔符的主要作用，具体的话我还没怎么研究，但是我觉得不止这2样吧。接下来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合成仪式祭坛，图片和方法都很清楚的告诉你了。这几个装置的合成方法也非常简单，需要用到奥数核心、附魔装置以及奥数基座。附魔装置呢还需要1颗钻石，这样的话我们还得下矿。这次的运气说实话真不错，找到了一堆钻石。哎，在这里忘记说了，关于这个 Tetra 模组呢，我也是了解了一下。不得不说呀，这个模组简直是个神器呀，兄弟们！比如修复这么一把破损的镐子，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花经验，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把镐子的木手柄直接给它换成铁手柄。这个东西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好多粉丝也是说呢，后期的话这个东西最管用了。你们看，换一个铁手柄只需要1块铁钉，修理的话，而且也只需要1块铁钉。不得不说，太良心了啊！之前挖到了蓝金矿，并没有怎么使用，我决定制作一把蓝金剑，然后呢，在加工台呢给它加工一下，仍然是剑柄换一下，这样的话有待于提高我们目前的攻击力。昨天在沙漠附近挖粘土，我发现在沙漠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沙漠神殿，所以今天我过来瞅一瞅。
没想到我又发现了一条死龙。进入神殿内部，我发现这里是一个类似于林地府邸的沙漠府邸，我感觉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所以我来到了它附近的沙漠神殿。你看嘛，沙漠神殿里的物品那绝对是富啊，试炼通行证在这里都能找到。其他几个箱子简单看一下，这次我来幸好带了背包，不然这么多物资的话肯定装不下。所有物品都凑齐了，那就开始摆阵吧。中间放上附魔装置，魔术基座放在四周，这样的话仪式祭坛就摆放完成了。跟着任务书走，这里有一些提示，合成一些小玩意儿。这3件物品呢，我就不多说了，兄弟们，合成配方非常简单。等你合成之后，它就会告诉你，我们以魔力之戒来举例。点开之后，我们看一下，这时候呢就要用到我们的祭坛了，用到的钻石呢也比较多，摆放位置呢也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只需要按照顺序摆放在魔术基座上就 OK 了。最后放上我们需要放置的潜能之戒，整个仪式开始启动。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魔法我没有深入研究，本期视频呢我们就不展示了，下期视频呢我们争取把魔法研究完毕。OK 了，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